让美食告诉你它如何提高当地的文化，让美食告诉你它如何成为历史的主角。欢迎收听食之声。Hello， 欢迎收听食之声，我是主持人 Roger。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呢，我想用另一个方式来更改一下节目的流程。我们先来说这个主题的故事，或者是介绍这一个主题的食物。过后呢，想听如何料理这道主题的话呢，可能要听完这一期的故事过后，我们在后面教你如何料理这一道食物。那今天的主题又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叫做蛋挞。我记得在我18岁刚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份工作呢就是面包学徒。当时的情况呢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我去到这个面包店，当时我只穿了一个短裤，然后一个拖鞋，然后一个短衬衫，然后去问你这里有老板吗？然后当时迎接我的是一个老板娘，她说什么事情？我说我想做学徒，你这里能提供吗？当时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娘呢，她也欣然的接受了多一个学徒嘛，所以我就算是正式的进入了这家面包店作为学徒。这个过程其实相当的不容易。当然我个人喜欢料理，所以呢对于做面包这件事情呢，我一点也不感觉到辛苦，反而觉得乐在其中。但最后呢，因为个人因素的经济压力下，所以放弃了。我在这家面包店呢做了1年，当时的情况呢要做足7天，只有在假日是半天休息，所以只有半天的休息日。薪水上更不用说学徒能拿到多少好的一个 offer， 所以当时候的情况多向于我为了兴趣而乐在其中。而这一道料理蛋挞也是我在学徒期间有去学做的这一道美食。但是经过了这个前后10几年，我已经忘记这个蛋挞到底要如何去料理，于是乎找了我身边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大人，他教我如何料理这道蛋挞，所以才有料理的这个部分在后面，也是我经过上网搜寻，还有经过母亲的食谱去融合出来的这个料理。那蛋挞呢，其实是一种蛋浆所制造出来的西式馅饼。塔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呢是粤语的一个发音塔的，是指馅料在外露的情况下的一个蛋饼，而馅料被饼皮包裹的话呢，这个也是西式的馅饼，所称为派，就像苹果派的这一些东西。那蛋挞顾名思义，它馅料不是用饼皮包裹住的，反而是露在外面的。蛋挞的做法是把饼皮放在圆形的模具里面，再倒入砂糖跟鲜奶油还有鸡蛋混合的蛋浆放入在一起，然后呢放进烤炉，烤出来的成品呢，外层呢会有松软的塔皮，内层会有香甜的黄色的凝状的蛋浆。蛋挞最早期出现在英国，最早的实际是大概在中世纪，英国人利用了牛奶、糖、蛋还有不同的香料做成蛋挞的这个食品。1933年亨利4世在第一次宴会上便食用了这种蛋挞而有所记载。港式蛋挞在2014年被选入了中国非文化遗产。那先说全世界其实出现了好几种蛋挞，最有名气的当然只有2种，一种是葡式蛋挞，一种是港式蛋挞。那葡式蛋挞其实算是葡萄牙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蛋挞之一。全世界第一家的葡式蛋挞是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据说在18世纪，葡式蛋挞是由里斯本的一家修道院的修女发明而成的。
其实当时候呢，修道院里面的修女都习惯用蛋白作为洗衣液来洗好衣服或者是头巾上的这些污渍，这样可以使衣服呢和头巾更加的立体。但是剩下来的蛋黄又没有用处，为了避免浪费呢，这班修女呢就开始用蛋黄制造出糕点，所以葡式的蛋挞也是其中一种。而且葡萄牙至今有流传了很多蛋黄所制造的甜品的菜谱。1820年，葡萄牙波尔图爆发了以废除君主专制为目的的自由革命，并延漫了全国，许多修道院都面临了关门的这个窘况。为了生活，这些修女呢开始自己制作葡式蛋挞对外出售。卖蛋挞的地点呢就是第一家蔗糖的炼工厂附近。没想到蛋挞推出过后呢大受欢迎，因为当时候的修道院所在地是在贝伦区，所以当时候的葡式蛋挞被称为贝伦塔。1934年，这班修女呢将葡式蛋挞卖给了蔗糖炼工厂的这个老板，于是乎老板在1837年开了第一家葡式蛋挞店，这一家呢依然到现在呢还在运营，有了100多年的这个历史。虽然葡式蛋挞在葡萄牙是很受欢迎，但它真正走向世界各地的这个发光点却不是葡萄牙人所制造的葡式蛋挞，而是在澳门的英国人安德鲁斯托。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安德鲁斯托来到了澳门，并和澳门的华人马加列结婚。后来两夫妻在澳门的路环岛上创办了安德鲁饼店，最初其实出售一些欧式的面包，后来才开始卖这个葡式蛋挞。由于安德鲁并没有原始的配方，所以经过他专心的研究，也经过多次的改良，于是制造出澳门的葡式蛋挞。他制造的蛋挞保留着葡式蛋挞原有的焦糖外皮，减少了糖的使用，并加入了英式蛋挞中的奶油。这种独特的配方呢，将葡式蛋挞更上一层楼，成为澳门当地著名的一个小吃。可是在1997年，由于夫妻两人的理念概念不同而分道扬镳，老板娘呢另起炉灶，建立了马加列饼店，把原有的配方再加上一些改良，使得葡式蛋挞呢更加的甜，奶香更加的浓。马加列把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呢还将这个配方呢卖给了肯德基，所以在中国呢可以看到肯德基会有卖一些葡式蛋挞。在肯德基的经营下，1990年代前后，澳门葡式蛋挞呢慢慢的风靡了整个亚洲，后来慢慢风靡了整个世界，而葡式蛋挞才真正的成为荣誉全世界的这个美食。那我们说到葡式蛋挞嘛，而港式蛋挞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港式蛋挞其实又称为广式蛋挞，是香港人日常的道地食物之一。所以吃一个蛋挞，喝一口咖啡或者一个丝袜奶茶，对香港人来说呢是必不可少的生活习惯。港式蛋挞又分为两种，一种叫做酥皮蛋挞，另一种呢叫做牛油蛋挞。酥皮蛋挞顾名思义就是酥皮，外表上是比较粗糙的，也是凹凸不平的，类似一种千层酥，层次也分明。酥皮的层次最多的记录是在380层，所以相对来说呢，让人家觉得一碰就会碎，吃起来呢一不小心就会整个的酥皮都会散掉。那牛油蛋挞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牛油蛋挞其实就是牛油所做的，外表呢会比较光滑，吃起来呢会类似像曲奇饼干那种感觉，不过呢不会掉渣，也没有这种层次的感觉。那港式蛋挞主要有两个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包括蛋挞在内的英式甜品早已由英国人带到了香港。不过早年间本地的华人跟英国人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是有分别的，英式甜品只流行在英国人最主要的上流阶层，
后来本地华人的烘焙师仿照了英式蛋挞的做法，在香港做出本地的蛋挞版本，做出来无论是馅料或者是挞皮，口感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强烈一点，所以最后所称为港式蛋挞。另一个说法其实是比较靠近于广式蛋挞的这个称呼，是从广州的百货公司所提供的新奇美点。1920年代广式的百货商店竞争非常激烈，于是有些百货公司呢就将原有来自于国外的果挞改为蛋挞。其后因为香港的政局比中国大陆稳定，在广州的点心师傅呢前往了香港去谋生，而香港的烘焙师也改了这个馅料还有这个皮塔的做法。其实在香港1940年代开始在高级的西餐厅都有提供蛋挞，而因为牛油在当时的年代呢是属于这种奢侈品，所以蛋挞呢也卖得相当的贵。后来西方食材的供应慢慢的增加，蛋挞也开始在华人社区普及。1950年代工艺本土化的西式食品在茶餐厅开始销售蛋挞。最初的茶餐厅蛋挞分量是比较大的，一个蛋挞可以等于一份下午餐。1963年香港已经有报纸向家庭主妇介绍牛油蛋挞的这个塔皮的做法。1990年代起茶餐厅逐渐减少，只有在旧式的茶餐厅才有自家制造的蛋挞。大部分的茶餐厅呢都是从面包工厂订购这些蛋挞，大部分的面包店也会提供这些蛋挞。另一方面呢，香港的酒楼点心呢也出现了蛋挞仔这个概念，而蛋挞仔呢就是小型的蛋挞，一碟呢有3个。最后呢，香港呢慢慢的将这种港式的蛋挞推广出去，包括你在所谓的港式电视剧或者是港式的电影都可以看到蛋挞的身影。那故事到这里就说完了。那其实呢，今天的为什么我会把流程交换呢？我觉得先来介绍今天的这个主题，还有今天这个故事，再来说今天这个料理的部分要如何去制造这个蛋挞，会来得比较简单，会来得比较轻松，也不会跳过任何的一个节目流程。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蛋挞的制作吧。说到蛋挞呢，我们先要处理的是我们的蛋液，因为蛋液呢我们最后处理好过后要放在冰箱至少2个小时，所以我们先准备一个300 ml 的热水，再将100克的细砂糖放入热水里面搅拌到所有的白糖融化，再用另一个碗加入4个鸡蛋，均匀的搅拌，将打好的鸡蛋呢和80毫升的蛋奶还有1茶汤匙的香草精加入在我们的糖水里面。之后呢，轻轻的将它搅拌均匀，记得不要有起任何的气泡，过后会很难处理。然后将它们呢过筛3次，将里面的气泡过筛出来，过后我们蛋液就完成了。做法也是很简单，整个蛋液主要的蛋挞是在后面。将我们的蛋液放入冰箱至少2个小时，甚至可以放过夜。之后我们就来处理我们的蛋皮。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蛋挞呢，主要是围绕着港式蛋挞，就是牛油蛋挞这一系列，所以蛋皮呢会吃起来像曲奇饼干那种感觉啊。那我们先来准备233克的无盐牛油，把它切成块。之后呢，将我们330克的面粉，还有93克的糖粉，还有1茶汤匙的盐混合过筛，然后将我们的牛油还有混合好的面粉搓成形。搓成形过后呢，你会感觉到这个手感是有点像面包屑的那种感觉。然后过后再加上我们的1颗蛋黄，还有1茶汤匙半的香草精。过后用翻拌的这个手法将它慢慢的翻记得不要用手去搓，因为很难形成面团。将它翻拌成面团过后呢，将面团用保鲜膜隔好，再将它放入冰箱30分钟。
让面团呢松弛下。完成这些以上的准备过后呢，到我们烤蛋挞的这个系列了。那上面过程呢，其实整个准备的流程呢，都要放在冰箱给它去沉淀一下，所谓的蛋液也好，或者是所谓的面团也好。完成上面的步骤过后，就可以开始烤我们的蛋挞。我们准备一个8cm 大小的塔模，把它拿出来。当然塔模你个人喜欢 6cm 也好，或者是你个人喜欢更小的也好，也可以就不同的形状做出不同的蛋挞。但主要这个 8cm 的大小呢，在我们上面所准备的材料呢，能做到20颗到22颗。我个人做到22颗的蛋挞。过后将我们的面团取出，将里面的30g 的面团放在我们的塔模里面，均匀的去压。这里有一个做法，我们将这个塔模呢放上一层保鲜膜，再用另一个塔模向上压它。这样子压呢，你会比较平均，而且你的纹路呢也会比较均匀。因为你用手压的话，可能压不出比较平均的蛋皮。压好过后呢，当然这个过程你要慢慢的去一个一个压好所有的蛋皮。蛋皮先准备压好，压好过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蛋皮呢去烤。而今天主要的用的不是我们的烤箱，而是我们的空气炸锅。因为我家里面呢是没有烤箱的，所以自己要想办法。那这一个空气炸锅呢，主要它只有上火，所以呢我做法就是用180度将塔皮烤一个15分钟，烤出一个半熟过后，再加入我们的蛋液，再用160度烤20分钟，烤到它熟。因为假如说你有烤箱呢，你可以分上下火，下火就190度，上火就160度。主要是蛋液很容易的烤焦，所以呢我们烤好我们塔皮过后，我们加入我们蛋液，再用160度去烤制而成。这样子你的塔皮呢也不容易的去呈现出焦黑色，像我们的葡式蛋挞这样子。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到这里差不多就该结束了，因为主要的流程是把故事跟介绍摆在前面，后面呢再介绍我们如何去料理。那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你的收听，拜拜。好了，我们的故事听到这边就完结啦。喜欢收听我的频道的话，欢迎你点赞、分享、留言，还有给个5星好评。想要收听我的频道的话，欢迎你去各大平台 Firstory、Spotify、KKBOX、Apple Podcasts 还有 Google Podcasts。 当然假如你要听到我更多的声音的话，你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棋谱。感谢你的收听，拜拜。